我希望呢，佛教徒能够把解给它摆在信的前面。所谓的解呢，就是深入到我们的经典里面去，然后呢，你的信心才会坚定。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感谢台南市谢觉安居士赞助本节目。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集的主题是学佛要如何踏出第一步，它的先后次序是什么？好，大家接触佛教和宗教的各种机缘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是可能他比较受到的某个因缘的感动啊，所以才会对佛法有信心有好感，然后进而去学习，进而去修行这样。那有些可能是先懂了蛮多道理，或是听了蛮多见解之后才会对佛教感兴趣。那老师，那个初学佛的人啊，有没有一个什么修习佛法或是学佛的步骤这样？是，刚好佛教呢有提出来刚刚你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修行学佛应该要怎么样的踏出它的第一步。那么呢，佛教一般的讲起来呢，它就是呢所谓的信解行证。一般听到常常会讲到信解行证那么呢，就是呢，你先要有信心，对佛法要有信心，然后呢，你就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等到你了解它以后，然后你就去行，你就能够真正的脚踏实地踏出第一步去修行。你到最后就会证明佛教所说的，你透过修行可以达到某些境界，比如说解脱啦，或是明心见性啦，像这样子。可是还有一个说法是解信行证吧？是，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刚刚只是说呢，一般都说呢，信解行证4个步骤。那你刚刚提出来的解信行证，老实讲，我从高中以后我就有这样的疑惑。我说呢，像佛教这样子的明理，这样子的说理，以理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不是把感情放在最前面的，它应该是解信行证才比较合理。这是我高中时代的。那以现在呢，我认为了信如果把它摆在第一个，比较容易被人家误会，认为说呢，你是盲信。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解你对佛法还没有很透彻的认识明白，你就已经先信了，对不对？然后你信了以后才去解，这不就是先入为主吗？是不是？所以我比较赞成就先解。所谓的解呢，就是深入到我们的经典里面去，把这些佛学，对不对？重要的，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做一个佛教徒，最起码你要把印度的佛教史，你要把它读一读，对不对？把佛当初比较原始接近佛的时代，接近佛的心，或者接近佛的嘴巴的所谓的4阿含经，你应该也应该要涉猎一番然后如果你真正要想去相信，或是说去修行你对于你所采取的修行的路径，以佛教讲叫宗派你要选什么样的宗派作为你修行的一条路，你想想看，你要不要对你这个宗派是不是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功夫去研究去探讨，否则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轻易的就踏上了你修行的道路呢？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解非常的重要。我希望佛教徒能够把解给它摆在信的前面。好，那个信是要怎么信？是信佛经上所讲的话吗？还是说信师父师父讲的话？信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只说只有相信。你透过你的了解，你所得到的信，那就是坚定的信，不会说朝三暮四的。我有很多学生在探讨佛法的时候，他只听到前面的我都懂了，2个月以后他改信别的宗教了因为他就是那个基础没有扎稳了。譬如说我们过去讲的3法印，你真正能够透彻了，你不会改信的。
因为没有比他更好的啦。哎呀，佛典里面就有这样讲的，佛的弟子们曾经在佛的面前就有这样讲，他说那个山呢可以移动啊，那个海水可以枯竭了，太阳可以冷却了，月亮呢可以失去光明了，但是佛所说的法绝对不会有半点的改变的。这种信心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解来的。因为他们都一天到晚都围绕在佛的身边嘛，听佛这样呢，能够呢解析这些疑惑，对不对？排除内心很多的这种疑问，因此他们所得到的那种信是非常的坚定的，非常的深入的，非常的明确的。因此我认为说呢，解一定要摆在前面，然后呢你的信心才会坚定，然后后面接下去的行才能够呢万无一失，才能够真正的呢走起来的话呢不会有呢闪失，闪失就是失败了，前功尽弃了。那这样最后讲到的正，什么叫正呢？就是说佛所说的，你最后透过你的实践证明佛所说的没有错。佛认为说，你如果要按照这样来思考，你透过这样来实践，你最后会达到哪些解脱啦、自在啦、清凉啦，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到最后呢，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你就会讲一句话啊，佛所说的不虚，不虚就是呢，不是假的，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没有错误的。这是呢，佛教徒呢。在修行的次第上，信解行证，我认为还比不上解行行证，比较稳当，也比较呢能够走得很妥帖，走得非常的正确无误。那老师可不可以举例来说明一下哩？就是那个解行行证，比如说用净土宗来举个例。OK， 像净土宗来讲呢，你要念佛以前，你是不是应该要先去了解了阿弥陀佛是谁，对不对？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是怎么样来修行的？我之前念佛的时候也是，我什么都不懂，然后就被一直叫着念，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念什么。对，这就比较呢盲念了，盲修了，对不对？你想想看，对一个人你都不了解，你就要把你的身心都付托给他，你就想到他的地方去。那如果呢，万一呢，那个阿弥陀佛不如你所想的，你去那个地方呢，你觉得不满意，你不是后悔死了？所以你要先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它是如何被建设完成的？有这样的可能吗？去到那边，为什么呢不用像爸爸妈妈生我们，而能够用莲花来化身呢？为什么去到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寿命都是呢无穷无尽的呢？对不对？为什么那边有很多的罗汉呢？有很多那些不退的这些菩萨啦，他们来做我们的伴读就是呢我们的助教了。这些东西你都要去了解，然后你认为说净土宗可信，净土宗的原理，在净土宗它建构这样的一个宗派，建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以今天的科学来检验，对不对？它呢也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念起来才安心。要不然的话，到最后才发现怎么样子？哇，根本没有西方，根本没有弥陀，他所说的全部都是假的，那不是后悔死了吗？你了解了这解以后，你念佛才会念得安心，是不是？在临命终时的时候一心不乱，真正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花开见佛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样？证明有西方极乐世界，证明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就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等于解信行证，这样一套下来的话，完全超之在于你自己。那超之在己，佛教就是一个呢超之在于自己的宗教了，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要去西方自己掌握。为什么？先了解弥陀，先了解净土，先了解念佛的方法，它奥妙在哪里，它的作用出在什么地方，这样子的话才会让修行者，让我们学佛人能够真正的死心塌地的去实行，去念佛。那禅宗可以举个例子听听看吗？ OK， 禅宗呢，
现在呢，社会上很多人在修禅，打坐，很多人在习禅，可是你可以发现呢，这些禅呢，哎呀，各说各有它的道理，对不对？而且那个门派太多了，流派也多，对不对？加油加醋的也非常多。可是那修禅的人呢，他自己本身没有先下定决心去去了解，就禅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坐禅打坐的坐禅，跟我在挑水劈柴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因为你在坐禅的时候，你可以思考啊，你可以专注于一境啊，你可以控制你的妄念纷飞啊。可是我在劈柴，我在那边挑水的时候，我也可以思考啊，我照样可以呢进入到那种冥想的境界呀。这个一般呢，他们如果没有去注意的话，你去修禅不就有点危险了吗？因为这个修禅，有的人呢也会走进那个邪路了，就是呢，你修错了，你到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错误的嘛，是不是？那么再说呢，你说这边修要怎么样修才能够明心见性呢？那么当头棒喝好呢，还是说呢脚踏实地的每天坐禅3个小时好？那么要不要跟老师来学呢？还是我自己呢，在我自己家里的茶室或是禅屋或是房间里面，我把腿一盘呢，我就可以呢去坐禅呢？这些东西呢，你都要事先去了解它了。那么明心见性以后，是不是就成佛的呢？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他开悟了，可是他开悟了以后，他还是跟我们平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啊。他照样呢贪嗔痴的也没有断啊。像类似像这种修禅应该怎么修？为什么修禅能够开悟？为什么呢？修禅的人能够像六祖那样的潇洒，像那个虚云和尚的那样子的，能够呢来去自如。像这些问题，要学习禅宗的人，绝对不是呢操之过急的，事先自己没有做功课的，对不对？单单呢只是呢凭空就相信他老师所说的。这世界上那个假的禅师太多了，装模作样的人很多，所以呢一定要把解放在最前面，然后呢你了解以后，你才相信这个禅这个法门对我有利，然后你才去行，最后你才能够证到什么样？那种所谓的开悟的境界了。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禅宗也应该要有解行行证这4个步骤。好，身心放下好舒坦，大家来参禅，身心自在真清安。可是现在老实说，其实资讯还蛮爆炸的，就是如果要解的话，也会变成说有点一知半解吧？会不会变成有点说我看了几个东西，几个门派的类别，了解一点点之后，就觉得自己很懂。OK， 我这么说呢，研究佛学了我以小学、中学跟大学来讲呢，一般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等于小学把大概的先弄通比如说小学我们就学算术，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们学代数，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学几何啦、三角啦，或是那个解析几何，或是呢微积分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呢，你呢刚开始的话，你就是呢一个大概论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哪一种呢你认为比较有兴趣，你就可以选所谓的一门的深入。刚开始是普遍的，你都要了解，然后呢你就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我来讲，我同学还写那种呢密宗的概论，可是以我来讲，我对密宗没有兴趣，所以我对密宗就是停留呢在很肤浅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佛学的喜爱。为什么？因为84000法门嘛，对不对？我这84000法门咒，我不喜欢持咒，我也不喜欢呢去那边呢修密，但是我可以像我以前我们前面录的，我晚年呢我喜欢修静，因为我念佛没有压力，
我浇水，我吃饭，我呢，要睡觉以前，对不对？我在旅行、坐飞机、坐火车，我都可以念佛，都是完全。我念几句，我根本都不管，我也不必要有念珠。我家里有念珠的，星云法师的有没有？唱功啊，开正法师啊，他们都有念珠送给我，对不对？我可以持珠的念佛，也可以空手的念佛。我念佛自由自在，我也觉得非常的好。那么呢，这就是说我对佛学的了解，我并不是要当学者，不是要当学者，但是我把它的大概我都摸清楚了。比如说台湾，我知道台北在北方呢，那么花莲呢在我们的东边，那么屏东呢，鹅銮鼻在我们的南方，这些方位都帮它搞清楚了。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想上台北，那我就要把台北的方位，它应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比较稳当而且比较快然后呢我要再斟酌我自己，我是要坐火车还是坐飞机，还是我要用走路，还要骑脚踏车还是开车，这些东西才自己又深入去思考。我们学佛一定要有老师来呢，让我们呢怎么样来发问，我们不懂就向他呢来讨教。我们也要的好的同学干嘛来互相切磋，来互相的鼓励啊！你有什么问题呢？来问我，我有什么问题向你讨教，就变成修学上的好朋友。但是还是归到老话，我还是认为要把解放在第一个，不要怕解，解有深浅，对不对？那是看你自己的用功的程度，看你自己的资质，对不对？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必要去好像是担心的。你只要认为说解在前，信其次，然后呢才去行，最后你就能够有信心，一定能够证，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的。好。那可是像有些人啊，他们一开始接触宗教的时候，一开始接触佛教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先求理解意思啊、教义什么的，他们可能真的是因为某个因缘，所以对佛教有好感，然后他们才会信佛教，这样吗？是，你所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加以否定。但有的人呢，他们确实先有信，他一听到佛号他就欢喜，对啊，他就喜欢。他一听到呢佛教的道理，他还没有很了解，他就很想去听，或是呢他听了以后真正的就有点小的那种呢，所以了然于心，这个我都不否定。我现在所说的是说一般人一般人如果他想要学佛，他想要呢真正如佛所说的去在实践力行，那么这4个步骤，我是认为说呢，应该把解放在最前面，解那个信、行跟正，这样子的话比较万无一失，比较安全，比较稳当。对。那个因为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一套自己吸收道理的方式，其实我身边也蛮多这种人，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余的心力和脑力想要了解这么多宗教的含义，或是说一些道理之类的，可是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佛教可以带给他们安心。好，对，那这样子的信仰不会很深入了。我刚才讲，只是呢，他只是为了某一个忧愁，或是哪一个打击，或是遭遇到哪一个门槛跨不过去，然后拿佛教来稍微安慰一下。那么这个事情如果呢解决以后，他可能呢就比较没有当初那样的热衷了，这有可能啦。那么对这些人呢，佛教也不排斥。那么对于说呢，他没有那些时间精力，或是那些呢脑力，就是智力了，能够来了解的。比如说我来讲，我就自己呢自我推荐了，就我写的这个60本书里面呢，全部都是接引出击的。像我的菩提言读经25本，就是你经典你都不会，对不对？我一句一句给你做注解，给你做索引。25本还有总索引，就是来帮助现代人，他想要去了解佛法，但是他不得其门而入，因为佛教的名相太多了。他呢没有人去给他呢指导的话，他去查字典以后，本来是一个名相一个名词不懂，一查了以后，
在解释的中间，他又发现其他还有3个名相他还不懂的，对，他最后他就放弃了。没错，我专门来帮助这些呢，有心，但是呢，他可能觉得说呢，哎呦太复杂了，我把它弄得比较浅一点，让那个没有接触佛法的人也能够看得懂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视频前面的这些师友呢，同学们，如果真正有这样的困惑，记住哦，找菩提麻瓜。或是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可以问，我们看可不可以之后来回答。好，所以其实就是信跟解2个其实都要有嘛，只是老师比较推荐，建议大家还是要多了解，是要先解在前，信在后。同样你顺着你的话来讲，那个信呢跟后面的行，对不对？也一定要信在前，行在后。因为你没有那种信心，你没有把握，你就去行的话，那不就变成盲修瞎练了吗？也是，如果先信再解的话，好像蛮容易会被带上弯路的。如果刚好又遇到不是很友善的人的话，是。那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OK， 我想呢，佛教提出来的所谓的信解行证也好，或者解行行证也好，里面都有一个解字。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间呢，只有佛教呢敢把这个解放在修行的这个次第，而敢把那个解放在信的前面。为什么？因为别的宗教呢，他们常常把他们的教主所说的话视为无上的权威，是不容去怀疑的。你只要怀疑，你就冒赌；你只要怀疑，就是向呢教主的一种挑战。佛教呢刚好相反，佛教所说这些道理，佛不怕你呢跟他挑战。为什么？因为这些道理本来存在天地间，佛从来没有自己用他自己的主观去说一件事情，或是说一个道理的。他只是把本来显现在天地间的这些事实，他呢把它说得更清楚，他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呢世间上的人看得明确，看得非常的分明。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会走错路，不会走那种冤枉路。所以我认为做一个佛教徒很好。为什么？因为佛教鼓励大怀疑大觉悟，小怀疑小觉悟，不怀疑不觉悟。这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入经典，去好好的研究。因为多了解就会少错误，多了解就会增加自己的信心。一个人了解1分就信心1分，他将来修行的时候就更有把握1分。那么到最后所证的果也照样的，绝对不会吃亏，绝对不会说呢到最后呢落了空，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从解、从信、从行，这前面这3个步骤你都是稳扎稳打的，你都是看清楚看分明的。我认为佛教呢给我这些提示很好，他告诉我这种呢学佛的4个步骤非常好。我认为说佛教呢是一个非常合乎科学也非常合乎理智的信仰。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好的 OK， 谢谢。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感谢李老师，再见，拜拜。好。